2026年3月6日，一档普通的综艺游戏现场，田曦微笑着把一幅画递了过去，那是他亲手画的张凌赫的语 quote 肖像语 quote。张凌赫接过来看了一眼，脱口而出语 quote， 我感觉像出生在东南亚语 quote。全场笑了，镜头前的刘宇宁笑了，田曦微也笑了。没有人知道，就在那一刻，一颗定时炸弹已经悄悄开始计时。好了，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幅小小的画是如何让张凌赫在一夜之间冲上国际热搜的。但等一等，在讲这件事之前，你们不知道的是，张凌赫和田曦微能站在同一个综艺现场，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从路人到顶流，张凌赫走了多久？1998年出生，湖南衡阳人，身高190厘米。这串数字听起来像是选秀选手的标准配置，但张凌赫的路走得比大多数人都要长。2017年出道，6年时间，他用一部接一部的古装剧，慢慢把自己的名字刻进观众的记忆。从《云之羽》到《宁安如梦》，再到《度华年》，每部剧都有爆点，但出圈的那一部始终像是差了一口气。直到2025年，他以推理综艺开始推理吧常驻嘉宾的身份彻底杀进大众视野，还有他那张被人调侃与 quote 帅脸喜剧人与 quote 的脸，在节目里闹出了无数名场面。然后是2026年的《逐玉》，这部剧创下了95后男演员与 quote 3平台破万与 quote 的记录，版权卖到了 Netflix 和韩国 JTBC。 张凌赫用一个古装角色把自己送上了顶流的位置，而他的搭档正是田曦微。田曦微同样是1998年生，凭借《卿卿日常》、大奉打更人稳坐95花头部。按道理来说，他和张凌赫的组合就是顶配 CP， 但在逐玉开机之前，这两个人的团队之间有一段长达10年的隐秘夙愿，没有人公开说过这件事。直到逐玉开播直播上，田曦微无意间说了一句话与 quote 我们还挺有缘分的，包括我们的经纪人与 quote。 这句话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本来关着的门。消息一出，舆论炸了，两方经纪团队之间10年的江湖恩怨就这样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粉丝们给这段故事起了个名字与 quote 仇二代破冰与 quote。 而最神奇的是，正是这段与 quote 破冰与 quote 让张凌赫和田曦微的 CP 名与 quote 争玉与 quote 在全网迅速走红，播放量暴涨，田曦微单人涨粉360万。也正是这段背景，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变得格外戏剧化。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故事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时间来到2026年3月6日，你好星期六节目录制现场。游戏规则很简单，嘉宾两互相画像，然后由对方评价。田曦微拿起画笔给张凌赫画了一幅抽象肖像画。当张凌赫接过这幅画的时候，现场所有人都在等着他的反应。他看了几秒，然后说与 quote 我感觉像出生在东南亚与 quote。 然后他补了一句与 quote 还有点像杨迪与 quote。 全场笑声一片。这在国内综艺语境里不过是一句即兴比喻，就像有人会说与 quote 这人长得像东北的与 quote， 根据外貌特征猜测地域，是国内综艺里再普通不过的调侃方式。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这段视频在国内综艺平台上线后，悄悄流传到了海外社交媒体。越南网友先发现了它，泰国网友随后跟进，相关截图被加上多种东南亚语言的字幕，开始在各国社群里快速传播。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认为张凌赫将与 quote 东南亚外貌与 quote 与一幅抽象夸张的画像挂钩，隐含了对东南亚人群外貌的负面刻板印象。相关话题迅速登上越南、泰国多个热搜榜单。更棘手的是，张凌赫当时正代言一款泰国椰子水品牌，相关产品遭到部分网友号召抵制。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件事发生了，节目组选择了沉默，既没有发声明，也没有解释。
他们悄悄删除了那段争议片段，但没有给出任何公开说明。留在风口浪尖上的只有张凌赫一个人。2026年3月10日晚，张凌赫在 Instagram 发出声明，中英双语，言辞直接。他说自己的本意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他提到多年来收到了来自东南亚的留言、信件和到场支持。他说他不希望任何支持他、喜欢他的人因此感到难过。道歉发出后，相关话题迅速冲上微博热搜，阅读量持续攀升。评论区里两种声音泾渭分明。国内粉丝的主流观点是无心之失，语境差异，道歉够了，没必要上纲上线。上海一位娱乐圈律师也公开指出，从法律构成要件来看，该言论不直接构成地域歧视缺乏主观恶意，更像是跨文化传播中的语境错位。海外批评者则认为，道歉只发在评论区，形式不够郑重，声明措辞偏于模板化，缺少对刻板印象本身的深层反思。这场争论至今没有一个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你们猜发生了什么？就在外网争议最激烈的那几天，逐玉的播放数据一路飘红，双平台破万，云和数据市占率一度超过 41%， 版权火速迈向 Netflix。 张凌赫反而在国际市场上有了更高的曝光度。评论区告诉我，你怎么看这件事？是真的冒犯，还是文化误读？就在东南亚事件还在发酵的时候，另一个名场面悄悄出现了。同一时期，开始推理吧第4季直播现场，张凌赫举手，一本正经地提出请求，我就一个要求，在座的各位不要再当我爸爸了。在综艺里饰演他父亲的嘉宾，算下来比他年轻，这个反差早就让他憋了很久。刘宇宁瞬间接梗，用 0.3 秒的速度给出回答，成全你，我们做你爷爷辈。全场爆笑。张凌赫无奈认命的那张脸被剪成了伦理梗涌流传名场面，7个相关词条先后登上热搜。这个率脸喜剧人在争议最密集的时间段里，反而用笑声收住了很多本来摇摆不定的路人缘。但还没完。2026年3月22日，逐玉剧组的一场直播，工作人员用手电筒照剧本，光线偏移，直接扫向田曦薇。田曦薇刚做过近视矫正手术，对强光极敏感，下意识眯起了眼睛。就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张凌赫的手已经动了，他迅速抬手把光源推开，身体前倾，用肩膀和手臂在田曦薇面前形成了一道遮挡屏障。一个动作，没有一句话。这个瞬间被截图、被放慢、被反复回放，冲上了当天的实时热搜。粉丝说，这像极了他在逐玉里饰演的谢铮为樊长玉挡箭的那一刻。戏里护着他，戏外也护着他。还有5天后，也就是3月27日的直播，田曦薇入戏，用剧中语气对着镜头撅嘴，侯爷道个歉吧，偏偏张凌赫遇到了网络卡顿，他等了几秒，他没有回应。田曦薇笑着自己圆场，侯爷卡了，算了，跳过吧。就这样，一句没等到的道歉，一个主动化解尴尬的笑，又成了新一个刷屏名场面。说到这里，我想跟你们聊3件事。第一，2026年的娱乐圈，全球传播已经是每一个艺人必须面对的现实。国内综艺里的一句随口调侃，可以在48小时内出现在另一个国家的新闻头版。这不是张凌赫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正在面对的新课题。语言没有边界，但笑话有。第二，那幅画被田曦薇在直播里轻描淡写的画出来，引发了一场跨越国界的讨论，然后又在一堆名场面里慢慢变成了争玉 CP 与故事里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从丑二代到互演到撅嘴，你会发现这2个人的互动有一种奇特的命运感。每一个争议背后都藏着一个更深的温柔。第三，也是我觉得最值得记住的一点，
张凌赫在风波里的那个选择，